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为您解读由香港理工大学与清华大学团队带来的科研突破。郭奇宇等研究者针对医疗时间序列重新构建了 Transformer 架构，指出传统的去中心化注意力机制并不适用于具备中心化特征的生理信号。为此，他们提出了全新的 COTAR 聚合重分配机制，在将计算复杂度降至线性大 OS 的同时，实现了最高 12.13% 的性能跨越。这项研究通过重塑注意力的拓扑结构，为建模大脑和心脏等复杂生理信号提供了更高效的方案。解析医疗信号需捕获两种核心依赖：时间依赖性反映单通道内的内在节律，通道依赖性体现了跨传感器的空间关联，例如脑区连接或心脏的电生理几何结构。只有同时兼顾这两者，模型才能真正精准地解码复杂的生命体征。虽然 Transformer 擅长捕捉时间规律，但在通道处理上存在先天冲突。标准的自注意力机制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所有 token 都在进行同等权重的直接交互。这种缺乏主次的网状结构往往会无视医疗数据中潜在的核心控制机制。医疗生理信号具有高度的中心化本质，比如脑电和心电发源于丘脑或窦房结等核心枢纽。然而 Transformer 的注意力机制是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它均匀对待所有跨通道交互。这种设计无视了生理固有的中央协调机制，导致算法与真实信号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结构错位。平等分配的注意力反而稀释了核心节律特征，导致模型难以捕捉由核心起搏器驱动的同步性。此外，其二次方复杂度 OS 的平方会导致成本激增。面对长序列或高维医疗数据时，繁重的矩阵乘法让算力与内存呈指数级暴涨。COTAR 聚合重分配模块通过星形拓扑结构打破了传统瓶颈。该设计灵感源自中心服务器，采用纯 MLP 架构运行。它彻底抛弃了自注意力的矩阵乘法，与生理控制逻辑精准对齐。这种轻量化方案能以极低资源消耗实现高效的中心化协调。COTAR 模块通过聚合、代理交互和重分配三个阶段运行。在聚合阶段，系统提取所有通道的全局上下文并熔铸为核心 token， 随后该核心作为代理统筹全局，使不同 token 间不再需要直接对话。最后通过重分配将同步信息注回每个独立 token。这种间接交互模式让模型在保持全局视野的同时，大幅提高了通信效率。这种星形交互方式带来了算力维度的质变。传统 attention 需要两计算，具有 OS 平方的二次复杂度，极易陷入计算量爆炸的瓶颈。而 COTAR 模块仅需每个 token 与核心交互一次，实现了 OS 线性复杂度。这在提升性能的同时，彻底解锁了对极长医疗序列进行实时分析的潜力。基于这些模块 ，TAC 统一架构通过并行双路实现了信号解耦。原始信号被同时输入时间与通道两条路径，时间路径专注于动态节律，通道路径则负责捕捉空间关联。每一路都内置了 COTAR 编码器进行深度淬炼，最后将两路表征相加，输出预测结果，从而在不同维度上彻底消化医疗信号。为了应对不同的临床场景， TCA 采用了自适应双重 token 化策略。时间 token 通过跨通道聚合时间戳来捕捉动态节律，而通道 token 则将单通道信号打包，以保留独有语义。研究者可以通过灵活调整时间与通道路径的编码器层数，实现从纯时间到纯通道模式的无缝切换。这种设计赋予了模型极高的适配性，能够精准贴合各种医疗数据集的物理特性。该模型在7大数据集上经历了严苛验证，涵盖了脑电、心电以及人类活动识别等领域。实验采用了独立受试者划分基准，专门测试模型在面对未知患者时的泛化能力。对比对象包括 Metformer 在内的10款顶尖 Transformer 模型，确保了评估过程的权威性与代表性。在 APAVA 脑电数据集上， TAC 相比前代最佳模型实现了 12.13% 的性能跨越。它在4大医疗数据集的6项核心指标上均展现出压倒性优势，整体性能均值提升达 4.59%。更重要的是，其平均标准差降低了 10.42%。这种极致的稳定性证明了模型具备极强的抗干扰能力。除了精度提升， TCH 在能效表现上也迎来了巨变。在相同任务中，
它的显存占用仅为前代模型的1/3，大幅降低了在医院边缘侧部署的硬件门槛，同时其推理时间仅需原来的1/5。这种推理速度的大幅跃升，让毫秒级的实时医疗监测真正成为可能。在医疗场景的权威测试中 ，TEC 展现了全方位的领先。例如，在 APAVA 任务中，其 F1 分数从 76.3% 一跃升至 86.30%。即使是处理 PTBXL 这样复杂的5分类心脏病任务，各项指标依然优于前代 Metformin 模型。所有这些数据都是在独立受试者的严苛条件下测得，再次印证了该架构在临床应用中的统治地位。这种中心化架构的泛化能力不仅局限于医疗场景，在通用的传感器数据上同样强悍。在 UCIHAR 人类活动识别任务中， TACH 的准确率飙升至 94.15%， 显著超过前代最佳水平。这说明无论物理中枢是大脑还是躯干运动中心， CAR 都能精准锁定多通道间的核心相关性，在多传感器且高噪声的环境下依然表现出色。GoTAR 的聚合重分配机制为系统构建了一道抗噪防火墙。在 PTB 数据集实验中，当对末尾通道注入不断增强的高斯噪声时，传统 Attention 的性能迅速崩溃，因为噪声会沿网状结构无差别感染所有通道。而 CoTAR 表现得极其坚韧，性能曲线几乎纹丝不动，成功阻断了病态通道对全局特征的污染。消融实验揭示了 TTSC 架构中双路合璧的威力。在 APAVA 数据集上，纯时间流与纯通道流虽然各具优势，但当两者同时激活时，模型准确率狂飙 11%， F1 分数激增 13%。这种自适应双重 token 化策略赋予了模型极高的灵活度，使其能够针对不同数据的特性实现性能的跨越式突破。在核心引擎的直接对决中， CoTAR 展现了底层架构的必要性。相比之下，传统的 Attention 机制因其去中心化特性，容易导致特征稀释，性能提升受限且计算负荷沉重。而 CoTAR 在所有5大医疗数据集上，不仅实现了准确率与 F1 分数的绝对领先，更将实验标准差降至最低，真正做到了运行飞快且预测极其精准。通过 TSNE 可视化，可以穿透黑盒，窥探 CoTAR 的表征空间。无论在时间空间还是通道空间，核心 token 始终位于所有 token 的几何正中心。这种分布特征证明模型成功学到了全局生理状态，在数据世界里构建了虚拟的大脑与心脏。研究者通过 SEI 光谱集中度指数和 DIC 动态影响集中度，从数学底层验证了生理信号的中心化特质。实验显示，脑电与心电数据的 SEI 和 DIC 指标远高于气象或能源等普通时序数据，这印证了医疗信号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中央协调性，为采用中心化架构处理此类数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TCH 架构实现了生理洞察、结构创新与数学降维的深度共振。它通过模拟大脑与心脏的全局枢纽机制，首创了 CoTAR 中心化星形拓扑，勇敢摒弃了主流的去中心化路径。这种设计不仅打破了 Transformer 的2次复杂度魔咒，实现了向 OS 线性计算的维度跨越，更为医疗时间序列分析指明了中心化计算的全新纪元。TREC 研究证明了，针对医疗信号的中心化本质，重构 Transformer 是极为有效的。通过首创的 PAR 机制，该模型在7大数据集上刷新了纪录，并显著降低了计算成本。目前核心代码与训练脚本已在代码仓库开源，您可以进一步探索技术细节。这项成果为未来长序列生理信号的实时监测以及辅助诊断奠定了坚实基础。感谢您的关注。